凡人修仙传》真人预告曝光，为杨洋捏把汗，漫改剧不是谁都能演。《凡人修仙传》星海飞驰篇以豆瓣 9.2 分收官后，我们终于等来了真人版《凡人修仙传》第一版预告。蒋真宣发太自信了，男女主刚刚搞定造型海报，就迫不及待地转了一版棚内韩老魔预告片，20秒内容不到。除了能看清韩老魔的造型和杨洋的脸，其他啥也没有了。这是想表达什么？想说杨洋真人造型不输于动漫版韩历，但我要说的是2次元和3次元之间太有壁垒了。真人剧并不是说角色能模仿动漫就能行，而且要我说《凡人修仙传》动画能拿到9+的高分，除了原著处理的巧妙，制作越来越好外，最大的优势就是避开了演员这个巨坑。我们先来看一下21年漫改剧惨痛经历。漫改剧的第一次热潮集中在2015年后，秦时明月镇魂街、斗破苍穹和积压了的斗罗大陆这些大 IP 全被真人化了，但没有一部剧集能讨到好。就连斗罗大陆顶级 IP 加顶级流量都没有逃脱翻车的命运。无论这些剧集改编的还原度如何，都不能避免真人剧尴尬的违和感。可是，在漫改剧冰封期，国漫在2015年后却迎来了高光时刻，狐妖小红娘、一人之下、镇魂街、大理寺日志、玲珑等高分动漫先后涌出，再加上大圣归来、哪吒之魔童降世等高口碑国漫电影，直接将中国2次元市场拓展到接近5亿。眼看着2次元受众越来越多，影视剧市场自然耐不住了。即便有前车之鉴，也知道漫改剧难度系数高，特殊内容过审难，依然有人前赴后继。而且漫改剧也并不是没有成功的特例，比如2020年的《棋魂》，差不多就是全新人阵容。虽然前期被吐槽了一番，后来凭借过硬的演技和质量，硬生生扳回口碑。在接近30万人的豆瓣打分中，依然拿下了8.6的高分。与棋魂有同样经历的是今年刚刚收官的《一人之下》，一开始经过断更、吐槽等种种经历，但是在一人演武大会内容展开后，口碑开始逆转，目前豆瓣8.1分，比同期剧集评分都要高。可见漫改剧只要找对风格和改编模式，还是有红利可赚。简单说完漫改剧市场，我们再说回当下的真人版《凡人修仙传》。先说成功的原著和动漫，凡人原著网文在男频升级流玄幻小说体系中品质很高，它最大的特点是主角韩立是真的凡人在修仙，虽然也有金手指加持，但是真正让韩老魔成仙的不是家族背景，不是财产权势，而是小人物的难堪，以及普通人敲鼓吸嘴是压榨的取舍。小说中大量的争斗桥段都充斥着欺骗、暗黑、虚伪，本质上小说主角就不是传统意义中大义凛然的英雄。这种可信的主角人设，再加上偏现实的故事冲突，让小说拥有大批原著粉丝，众人喜欢的就是一个核心，真正的凡人修仙。动画和原著小说出入还是比较大的，加入了不少情感桥段。其实个人感觉这和原著中韩老魔的人设相悖，因为我读原小说第一感觉就是韩立现实自私，是个一心修仙、极少动情的家伙，哪像动画中时不时就个人撩个姑娘。剧情方面比较垮，但是动画制作非常精良，这确实没什么好说的。打斗有代入感，术法灿烂，爆炸效果拉满，特别是越看到后来感官越好。那我想问，真人剧凡人凭什么来吸引观众呢？首先，我不想拿原著小说人物外貌来攻击杨洋，因为韩立这个人设能得到大众认可，并不是因为他相貌普通、皮肤黝黑。这一点从动画韩立造型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在动画中没有刻意将韩老魔设计得很黑，整体长相虽然没有向绝顶剑魔脸靠拢，但也委实说不上普通。
可见大部分人虽然接受小说中看不见的普通主角设计，但是在可视化的作品中，人们还是对于英俊帅气的脸喜闻乐见。长得帅不是杨洋饰演韩立的拦路虎，真正让大多数网友担心的是杨洋的演技。这不是针对他，他可以演好微微一笑很倾城，也可以演好全职高手。但是《凡人》这部小说和那2部剧的原著小说类型都不同，好吗？你要说把《凡人》来个大逆转，改成一个英雄式的古偶剧，那你让杨洋演就演吧，有人爱看。但你要按照原小说的人设来，想让杨洋演外表轻如葱，内心深如狗，我拍我辣眼睛。感觉现在的剧组还是要将格局打开，别老想着大 IP 与大流量绑定的剧集配置，翻车概率其实蛮高，还不如选一些有天赋与接近角色的新人，比如《封神》中的于适，投资小，出黑马的几率还高。